中共助阵传谣大翻车，美军发动终局一战，伊朗军事命脉崩溃，数十国联军重拳出击，北京中东布局惨败，英国大杀器首战告捷，俄军防线崩溃。重磅消息，俄屈服了。最近，美以联军持续对伊朗展开大规模轰炸。网传视频显示，在长期高强度打击下，伊朗的巴斯基民兵明显出现了心理层面的变化。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只要空中传来无人机的嗡鸣声，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迅速撤离，甚至来不及判断目标方向。真的是被打怕了。据报道，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一次空袭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指挥官阿里雷扎·坦西里准将已身亡。不过说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自家老百姓的惧怕，甚至比怕美国和以色列还厉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经常在街头搞那种秀肌肉车队游行，车上还有装着重机枪的改装车，专门用来吓唬老百姓。热战不断的同时，信息战的强度也在升级。近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调宣称，在恰巴哈尔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FA-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出面澄清，明确表示该说法纯属虚假信息，并强调截至目前，没有任何美军战机被伊朗击落。美方同时指出，伊朗此前所谓击落 F-15战斗机的说法，同样属于旧闻翻炒，所使用的影像资料来自多年前的其他事故，类似情况并非个案。美方还提到，伊朗曾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卫星图像，宣称摧毁驻卡塔尔的美军基地，但相关说法没有可靠证据支撑。跟着一起造谣了还有中共。日前，党媒新华社发文声称，伊朗已击中或击落202架美以军机，包括 F-35死神无人机、空中加油机，甚至还制作了影片。国内外的报道简直像两个平行世界。看这些新闻会让人以为伊朗很厉害，但实际上完全是假象。川普之前就挑明，伊朗的武器都是中共和俄罗斯提供的，但根本没什么用，都是炮灰。3月26日，党媒央视还引用了伊朗方面的消息称，由于中东地区所有美军基地已被摧毁，部分美军指挥官和士兵不得不转移到外部地点藏匿。伊朗武装力量正在追捕逃亡美军。网友们则纷纷调侃，伊朗连以色列都打不过，这次居然能打赢美以联军，真是奇迹。真会吹啊，这些媒体还一本正经的报道明目张胆的造谣，完全不可信。日前，多家美国媒体，包括 Axios、华尔街日报与 ABC News 披露，五角大楼已经拟定多套终结战争的行动方案，从大规模空袭到有限地面作战，几乎所有选项都已摆上桌面。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的核心思路非常清晰，不一定全面入侵伊朗本土，而是优先控制或瘫痪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关键节点，通过掐能源命脉的方式，迫使伊朗在战略上失去支撑。其中最关键的目标是哈尔克岛。该岛距离伊朗本土仅约24公里，却承担着全国约 90% 的原油出口，一旦遭到打击或封锁，伊朗的能源收入将瞬间遭受重创。美方目前评估两种路径，要么直接实施军事打击甚至短期占领，要么通过海上封锁切断其出口能力。无论哪种方式，都会对伊朗经济形成致命压力，同时波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能源买家。另一个高风险目标是拉拉克岛，这里位于海峡最狭窄处，是典型的咽喉控制点。伊朗在岛上部署了地下工事、导弹阵地和水雷系统，一旦掌控该点，就具备干扰甚至封锁航道的能力。反过来，如果美军夺取这里，就能大幅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但同时也意味着极高的作战难度与风险。在海峡西入口方向，阿布穆萨岛以及大通布岛、小通布岛构成另一道防线。这些岛屿长期由伊朗控制，并部署有导弹、无人机与布雷能力，被视为前沿支点。美方内部曾讨论夺取其中部分岛屿，以削弱伊朗的海上打击与封锁能力。至于面积达1445平方公里的葛西姆岛，
虽然地理位置极为关键，被称为能源瓶塞，但由于体量过大，防御体系复杂，目前并未成为优先登陆目标。在兵力准备上，美军也在同步推进。据披露，最多可能向中东增派约1万名地面部队，包括第82空降师与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这类部队具备快速部署与夺控关键据点的能力。目前已有数千兵力进入待命状态。当前至少有4条行动路径正在被评估：一是夺取关键岛屿，2是封锁油轮运输，3是打击能源出口枢纽，4是在必要情况下深入伊朗本土，控制或摧毁其关键设施。最新消息显示，战火再一次直扑伊朗的工业腹地。伊朗3大钢铁重镇穆巴拉克、伊斯法罕和胡吉斯坦在一次空袭中全部被摧毁。这3家工厂同时受创，将对伊朗钢铁产业和整个制造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它们是伊朗非石油经济的核心支柱，钢铁产量约占全国总量的70%，也是除石油外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年出口额达64.8亿美元。穆巴拉克工厂主要生产汽车和管道用扁钢，伊斯法罕工厂制造结构梁和铁路钢轨，胡吉斯坦则为全国各地工厂提供钢坯原料。这次集中打击几乎摧毁了伊朗数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和金融稳定，也正是伊朗长期用来抵御西方压力的关键支撑。这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军事摩擦，而是一场直击国家根基的战略打击。很多人只看到工厂被炸，却没意识到背后的狠辣逻辑。钢铁是现代军工的血脉，炮弹、装甲、导弹壳体、各种装备，没有钢铁都不行。如此的重要支柱被连根拔起，等于直接切断了伊朗长期作战的物质基础。此前，伊朗高层接连遇袭是在断指挥，现在钢铁厂被炸毁是断后勤、断产能、断后进，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招招致命，不留余地。最新消息还显示，以色列动手炸了伊朗钢铁厂后，伊朗立刻发出紧急撤离警告，并称多个地区的设施都成了直接且合法的军事目标。有消息说，以色列、巴林、阿联酋、科威特、沙特和卡塔尔的部分地方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遭到打击。现在，伊朗基础最核心的重工业节点被夷为平地，所谓的战争潜力被狠狠削掉一块。嘴上再硬，也顶不住工业被炸烂后的现实。而伊朗目前的处境早已退无可退，高层接连遇袭，工业设施被炸。如今，以色列又直接点名本土核心区，这意味着伊朗的地区威慑力几乎荡然无存。金融时报报道，面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让全球能源供应陷入紧张，阿联酋已经明确表态，要派海军加入美国和西方盟友的多国海上特遣部队。同时，他们也在积极推动组建一支由几十个国家参与的霍尔木兹安全部队，目的是用军事护航确保这条掌握全球1/5油气命脉的航道重新畅通。阿联酋高级部长苏尔坦·加比尔本周在华盛顿与美国副总统范斯会面时直言，伊朗已经把霍尔木兹海峡当作人质，让全球各国为此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阿联酋强调，这并不是要和伊朗开战，而是针对伊朗向全球经济发出的挑衅进行必要的反制。他们还在与巴林合作，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授权决议，为这支部队的行动提供国际法依据，也显示出阿联酋在区域防务上的决心和领导力。事实是，伊朗只是嘴硬，其实已经被打怕了。日前，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在内阁会议上汇报了对伊朗谈判的全过程。他透露，在发动实施怒火行动之前，伊朗明确表示，除非在战场上无法取胜，否则外交桌上绝不让步。实施怒火行动取得压倒性胜利后，美国通过巴基斯坦作为中间人，向伊朗递交了15项和平要点清单，对方反应相对积极。同时，美国也向伊朗传递了明确警告，别再算错一步。川普在3月26日周四对外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非常顺利，应伊朗政府请求，
我将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摧毁期限推迟10天，至美东时间4月6日周一晚上8点。谈判正在顺利进行，尽管一些假新闻媒体在报道相反内容，但事实是谈判非常顺利。川普还指出，伊朗谈判代表表现得非常奇怪，看起来像在祈求达成协议，这在他们的军事力量已被彻底摧毁、没有翻盘可能的情况下是理所应当的。然而，伊朗公开却声称自己只是在研究我们的提案。川普强调这是大错特错，并警告对方要尽快认真对待，否则一旦错过机会，将无法回头，后果严重。日前，路透社还引述2名川普政府高级官员的说法，中国最大芯片代工企业中芯国际被指在过去1年间向伊朗方面提供与芯片制造相关的设备。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之所以持续对伊朗实施高强度制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怀疑其与中共军方存在技术与资源层面的联系。而在这一背景下，中芯国际向伊朗提供相关设备的行为被认为具有潜在的战略含义。该官员还指出，这类合作很可能不仅限于设备本身，也可能包括一定程度的半导体技术培训。要知道，伊朗和中共关系铁到无上限。然而，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不断上升，已经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运输与能源安全。在这一背景下，北京的中东布局正面临越来越现实的压力。据大纪元引述进北京外交系统的消息称，中共原本试图借此次危机扩大地区影响力，但推进效果明显不如预期。消息指出，王毅近期多次与伊朗方面沟通，重点在于保障中国商船在相关海域的安全通行。然而，来自消息人士的说法显示，伊朗方面的回应相对冷淡，仅表示可以对部分运往伊朗的中国货物提供安全保障，并特别强调范围有限。这种选择性安全的表态被部分分析解读为一种变相施压，在当前事下，德黑兰更看重实际支持，而非单纯的外交沟通。进一步的说法认为，这种模糊回应让北京陷入两难，如果提供更实质性的支持，可能直接触碰美国及其盟友的红线，但如果仅停留在外交层面，又可能削弱自身在伊朗问题上的影响力。在多方博弈之中，中俄伊之间的互动也呈现出各自利益优先、彼此试探的复杂状态。另有接近外交圈的消息称，北京原本希望借助与伊朗的关系，在美伊对抗中扮演调解者角色，从而提升国际话语权。但现实情况是，随着冲突不断升级，伊朗更关注实际军事与安全支持，对调解斡旋的兴趣有限，使这一设想推进受阻。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介入也让局势更加复杂，各方立场并不完全一致。要知道，目前的影响已经开始在产业层面显现。例如，在深圳的盐田港，部分发往中东的货物出现积压迹象。与此同时，油价波动推高运输与原材料成本，使制造业利润空间进一步承压。另外，日前一起发生在美国本土的事件，在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被迅速放大，引发了安全与地缘政治层面的双重关注。2026年3月中旬，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突发安全警报。该基地不仅是美国中央司令部所在地，同时也是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驻地，承担着美军在中东等地区的关键指挥任务。事件起因可追溯至3月10日。当晚，20岁的 Alan Zhang 被指在基地访客中心附近一处偏僻区域放置了一枚简易爆炸装置。为制造混乱，有人随后拨打911报警，但未说明具体位置，导致初步排查未能发现异常。直到3月16日上午，巡逻人员才在现场发现可疑包裹。基地随即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封锁周边交通，并启动排爆程序。经过约4小时处置，相关装置被确认具备高爆风险，并成功拆除，未造成实际破坏。案件随后迅速推进。根据联邦调查局披露的信息，嫌疑人 Alan Zhang 与其27岁的姐姐 Anne Mary Zhang 在案发后展开一系列规避调查的行动，包括出售涉案车辆、销毁相关线索，并于3月12日飞往中国。不过，案件在3月17日出现转折。Anne Mary Zhang 从北京返回美国，在底特律入境时被执法人员当场拘捕。
执法部门通过车辆交易记录、监控影像及电子取证，逐步锁定两人涉案证据。3月18日，联邦检方正式公布起诉内容 ，Alan Saab 被控企图以爆炸物破坏政府财产、制造及持有破坏性装置，最高面临40年刑期，目前仍在海外，被列为重点通缉对象。Anne Marie Zhang 则因协助事后处理证据、妨碍调查被控从犯，面临最高30年刑期。此外，一名涉嫌拨打虚假报警电话的第三人也被起诉。调查人员还在对嫌疑人住所的搜查中，发现与现场装置一致的组件材料，进一步强化了案件证据链。相关人员供述显示，主嫌曾向家人提及其放置爆炸装置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案发生之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正主导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使事件在时间点上显得格外敏感。乌克兰战场方面，最近英国悄悄送来的 Rapid Ranger 防空系统在乌克兰前线立下了战功，成功拦截俄军低空目标，让原本就焦灼的战局再添一把火。这可不是摆设，英国军工这次真是拿出了真家伙。Rapid Ranger 兼容性极强，可以同时搭载星光2和 LMM Martlet 轻型导弹，一套系统兼顾2种作战模式。硬件数据也很硬核，探测距离突破15公里，有效射程超7公里，专门锁定俄军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堪称前线低空防御的移动盾牌。你看得出来，这直接补上了乌克兰防空的致命短板。俄军长期依靠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突袭，乌克兰本土设施屡遭打击，而 Rapid Ranger 的部署灵活，反应迅速，拉到前线就能快速组网拦截。首战告捷绝非偶然，明眼人都知道，英国这波操作哪是单纯援乌抗俄，不过是在战场上试水自家武器，用乌克兰战火做免费实战广告，一边卖武器赚盆满钵满，一边借机制衡俄罗斯，算盘打得噼啪响。战场就是新式武器的试验场， Rapid Ranger 首战告捷，只会让西方援乌清单越来越长，冲突也就更难停下。普通民众才是最终受苦的那一方。与此同时，乌克兰在前线也没闲着。3月26日前后，乌军第3军突袭库尔斯克， FPV 无人机飞入乔特基诺村，对俄军据点实施精准打击，引发连环爆炸。失去据点的俄军仓促撤退，无人机几乎逐个清理战场。同样在布良斯克，乌军奇美拉边防部队袭击俄军补给仓库， FPV 镜头记录下车辆和弹药被摧毁的瞬间。俄方虽然否认本土受攻，但这已是1周内第3次传出乌军袭击俄境内的消息。乌东战场同样火力持续，乌军在卢甘斯克州摧毁了一座无线电通信站 R416 GMS， 俄军为了维持通讯，还在电线杆和大树上临时安装天线和 WiFi 放大器。但这种落后的通讯设施正遭到乌军不断打击，俄军指挥系统开始出现紊乱。空中支援方面，乌克兰空军也在持续发挥作用。萨博340预警机的加入是一大突破，能探测370公里外战机，有效察觉200公里内巡航导弹，同时还能引导 F-16等战机发射超视距导弹，实现更精确打击。在南部战场，乌军甚至用雅克52战斗机连续击落俄军沙赫德无人机。最近，一则关于俄罗斯可能重新扩大美元结算使用范围的消息，在地缘政治圈引发了不小震动。若这一动向属实，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操作本身。它意味着，在现实压力面前，所谓去美元化的路径正在遭遇新的阻力。外界之所以格外关注这一变化，一个重要背景是近期中东与拉美方向的军事与安全态势明显升级。有分析指出，美国在相关地区实施的高强度、精准打击行动，对部分防空体系与关键基础设施造成了压制性影响。这类快速、集中、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模式，再次展示了美军在全球投送与打击能力上的优势。这也让一些原本建立在战略对冲基础上的合作构想，开始面临现实检验。过去几年，无论是能源结算去美元化，还是多边货币体系尝试，本质上都依赖一个前提：
参与方具备足够的安全与金融抗压能力。但一旦这一前提出现动摇，原有路径就可能被迫调整。从俄罗斯角度看，扩大美元使用并不一定意味着彻底转向，更可能是一种务实选择，在制裁、结算通道和能源出口压力之间寻找短期可行的平衡点。毕竟，在当前全球金融体系中，美元仍然掌握着最核心的清算与流动性优势，这一点短时间内难以替代。俄罗斯的失败对北京而言无疑是非常大的打击。目前的现实是，整个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正在上升。当军事、安全与金融工具被更加直接的联动使用时，原本分散的风险开始叠加，任何单一替代体系都更难独立运转。换句话说，真正的博弈焦点从来不只是用不用美元，而是谁掌握了规则、通道与安全保障的组合能力。在这一点上，全球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逆转。因此，与其说是某一方彻底慌了，不如说现实正在迫使各方重新评估底牌，并做出更趋现实的选择。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